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首先来聊一个重大的新闻，那就是美国密苏里州成功起诉了中共，法院裁定中共必须要赔偿近245亿美元。这可是美国法律史上首次正式的对中共疫情期间的恶行进行追责。而且呢，这还不仅仅是美国的一次重大的胜利，更是全球反制中共的关键的一步。福克斯新闻报道说呢，法官林博在裁决中说，法院认为呢，密苏里州已经提供令法院满意的证据。根据原告起诉书的第4项呢，证明被告对密苏里州负有责任，因此呢，法院对被告作出连带赔偿244亿8882万5457美元的判决，外加判决后的利息。那根据判决呢，利息从判决当天开始计算。那在这起诉讼当中呢，中共及其治下的国家卫生委员会、应急管理部、民政部、湖北省政府、武汉市政府、武汉病毒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都被列为了被告。密苏里州司法部长贝利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密苏里州和美国在追究中国向全球释放新冠病毒责任的斗争中取得的里程碑式的胜利。中国拒绝出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逃脱造成无法言喻的苦难和经济破坏的惩罚。我们打算通过扣押包括密苏里州的农田在内的中方拥有的资产来回收每一分钱。贝利办公室还表示呢，该判决的金额是该州历史上最大判决金额的6倍。贝利办公室说呢，这项裁决是在密苏里州前司法部长施密特在起诉中共疫情期间阻碍关键医疗设备，包括 PPE 的生产、购买和出口5年后做出的。在今年的1月份呢，上诉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密苏里州的裁决，推翻了下级法院驳回诉讼的裁决。不过呢，上诉法院裁定该诉讼必须仅限于囤积物资的指控。此前，该诉讼也曾指控中共隐瞒有关疫情起源的信息。贝利此前表示呢，密苏里是美国唯一提起诉讼追究中共造成和加剧 COVID-19 疫情责任的州。不过呢，在密苏里州起诉之前呢，美国已经有多个律师团队代表美国公民或美国的小企业起诉中共当局，要求北京为病毒大流行给美国造成的伤害来承担责任。其中呢，加州一起诉讼案要求中共至少赔偿8万亿美元。那美玲回想起几年前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全球都在抢购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物资。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早在疫情全面爆发之前，中共就已经在全球的范围内大肆囤积这些关键的物资，让其他国家呢在危难时刻陷入医疗资源短缺的困境。而且呢，更加离谱的是，他们不仅要囤货，还通过各种手段控制出口，这导致许多国家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根本就买不到必要的防护设备。后来呢，密苏里州终于是忍无可忍，于5年前对中共提起了诉讼，理由很明确，中共隐瞒疫情、囤积物资、操控供应链，最终让密苏里州乃至整个美国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经过漫长的法律战，这次终于胜诉了。那么这个判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呢，这是美国法院第一次正式裁定中共要为疫情中的恶行要承担责任，确立了法律上的追责先例。这其次呢，它打开了一扇大门，让全世界各国看到，原来呢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追究中共的罪责的。密苏里州现在已经放话了，他们会扣押中共在密苏里州的资产，包括中资购买的农田，来执行这笔天价赔偿。这其次呢，这场胜诉只是对中共罪行清算的一个开始。回顾这几年呢，中共不仅在疫情期间祸害全球，还在多个领域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大家来一起看一看他们的所作所为。这第一呢，就是经济渗透。他们通过“一带一路”把许多国家拖入债务的陷阱，
让不少政府被迫听命于中共。这第二呢，就是军事扩张，南海、台海紧张局势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不断地挑战国际秩序，威胁周边国家。这第三呢，就是人权迫害，新疆、西藏、香港的镇压不用多说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还干着活摘器官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勾当。那么，作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中共的威胁呢？密苏里州的做法就给了我们启发：一、用法律手段追责。美国其他州甚至其他国家呢，都可以跟进类似的诉讼，让中共为其恶行付出更大代价。第二呢，是经济制裁，冻结和扣押中共在海外的资产，切断他们的经济命脉。第三就是国际联合，欧美各国呢可以采取更加严厉的贸易限制、技术封锁以及金融的制裁，共同来遏制中共的扩张。密苏里州这场官司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的罪行不是无法追究的。未来我们必须更加坚定立场，继续揭露和反制中共，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真正的代价。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共官场的消息。近年来呢，中共当局处理了大量的高官，但是呢，很多人被免职以后就彻底的消失了。有些人呢，甚至被内部处理或秘密处决。目前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人大主席团名单引发了关注。中核集团总工程师罗奇、湖南省委前书记许达哲都不在名单上。这两个人呢，也都没有出现在3月5号的人大会议开幕式上。而就在此之前呢，航天科工集团前董事长袁杰、兵器装备集团前总经理陈国英，以及负责核武研发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多名高层，同样在被免职以后去向成谜。台湾上报独立评论人杜正在3月8号的文章中提到，中共近年来对高官的处理方式越来越不透明，许多人被免职以后去向不明，甚至呢连官方通报都没有。有的官员呢被秘密判刑，甚至可能遭到处决。那么曾经轰动一时的前外长秦刚到底是消失了呢，还是被关押在一个与世隔绝的贪官集中营呢？这篇文章呢还有提到了日本学者铃木英司的经历。他2016年因所谓的间谍罪被捕，后来回国以后透露自己被判刑6年的理由，居然只是因为聊天时提到金正恩处决姑丈张承泽的事情。而与他有联系的一名中共驻日使馆参赞也被捕，很可能已被秘密判处死刑。类似的传闻呢，在中共内部是层出不穷。前厅级官员周国刚曾经爆料，一次党课上，一名军委官员提到，每年都有大量官员被判死刑，但是呢，却从不公开。杜正在查阅相关数据以后发现呢，仅仅是2024年就至少34名中管干部被内部处理，而在2023年呢，这一数字是42人。那么与此同时呢，抑郁坠楼、突发病死的官员呢，数量也在增加。很多人怀疑呢，这些或许都是内部审查的结果。而早在2021年就失踪的太子党退役上将刘亚洲，去年底也被秘密判刑。显然，当局对他处理方式更在意其政治影响，当今引发党内军内震荡。2023年底，加拿大智库 Thyrsus Group 分析称，他们在调查中共火箭军时，发现大约70名官员被带走。今年的1月份，流亡海外的法学家袁宏斌教授透露，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出事，600多名将官正面临清洗，这可能是对习近平影响最大的一次打击。而军队内部的不满情绪也是越来越严重。杜正表示呢，习近平这几年反复强调自我革命，但是实际上这种大清洗更像是自杀自灭。中共的腐败无解、伪反腐操作却是越来越极端，整个政权呢正走向黑暗的深渊。美林认为呢，从这几年中共内部的清洗来看呢，这已经不单纯是反腐了，
而是一场彻底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习近平口中自我革命，在外界看来呢，更像是自相残杀。他不仅要消灭腐败，更要消灭潜在的政治对手，甚至呢，连曾经的亲信、军方的高层都是无一能幸免的。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这种沙漏式的清洗，真能让他坐稳江山吗？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些年被秘密处理的官员，大多来自军工、航天、核武等核心的领域，这些人掌握的都是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但在习近平的权力游戏当中，即便是这些关键部门的高层，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问题：当一个政权开始无差别的肃清内部高层，这个政权本身的稳定性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当所有人都可能被内部处理，那么谁还敢真正为这个体制效忠呢？看看现在中共高层还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信任彼此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强大的政权，而是一个内斗不止、人人自危的政权。当整个体制内部弥漫着恐惧，当官员们不再忠于习近平，而是忙于保住自己的命和利益，这个政权的末路恐怕已经是不远了。那么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无底线的清洗正在加速中国内部的混乱。中共军方内部已经有大量将领被清洗，导致军心涣散，内部信任崩溃。那么试想一下，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中共军队战斗力还能够维持多久呢？如果哪一天爆发军事冲突，这样的一支内部疑虑重重的军队，真的能打下去吗？其实，习近平这场自我革命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让他自己变成最大的受害者。过去我们总是说，中共依靠谎言与暴力维持统治，但现在呢，他已经开始消化自己，吞噬自己，这难道不是他走向终结的信号吗？当一个政权开始内耗到这种地步，它距离崩溃恐怕也是不会太远了。历史上很多集权政权都是这样走向衰亡的，从苏联内部清洗到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倒台，当一个统治者开始无节制地迫害百姓和自己身边的人，最终的结果那就是没有人肯再愿意为这个政权卖命了，甚至呢，连身边的人都可能成为背叛者。今天的中共显然也是在重蹈这样的覆辙。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蛇始蛇终的预言，这是否真的会在不久的将来应验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请别忘记点赞、转发、订阅。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见。